程寒月站在高墙下，细雨轻轻落在他的肩上和发丝上，雨滴顺着他的鼻尖滑下，他不自觉地攥紧手中的食盒，耳边隐隐传来远处的雷鸣声和院子里低沉的呵斥声。燕叔叔又在骂人。月儿皱起眉头，抬起头望着高墙，他低声说了一句：子墨又被罚跪了。小茹急匆匆跑过来：小姐，这天还下住雨，您怎么还站在这里？她担心地说着，撑着一把油纸伞，小心地挡在月儿头顶。月儿转头看了一眼小茹，眼神坚定：小茹，我要送东西过去，子墨这样跪着会病倒的。小茹大惊：小姐，您不能又翻墙啊！上次老爷知道后已经骂过了，这次再被抓到，恐怕要罚您禁足了。月儿轻哼一声：罚就罚吧，子墨总不能每次都被饿着挨罚。我不管。他说完，熟练地踩上准备好的木箱，手抓住墙头的蔓藤，轻轻一跃便爬了上去。小茹慌忙跟在后面，低声劝道：小姐，您小心点，这雨天滑得很，您摔下来怎么办？月儿回头笑了一下：不会的，小茹，我翻过这墙多少次了。墙的另一边，燕子墨正跪在院子中央，雨水顺着她的头发和脸颊不停滑落，薄薄的练功服早已被雨水浸湿，贴在她单薄的身上。即使如此，她依然挺直着背，双手垂在身侧，一声不吭。月儿爬上墙头，朝下面喊了一声：子墨。燕子墨微微抬头，看向墙头的他，皱着眉头说：你又来做什么？月儿哼了一声，轻轻跳下墙，手中的食盒被他放在地上，里面是刚蒸好的桂花糕和一碗冒着热气的鸡汤。他坐在他面前，盯着他看：快吃，你再不吃，等会身体撑不住了。燕子墨目光冷冷地扫了一眼食盒，语气淡淡地说：我不需要。月儿气得跺脚：不吃就算了，下次跪到昏倒也别怪我莫提醒你。他做事要起身离开，但刚走了几步，便听到身后细微的动静，回头一看，果然燕子墨已经拿起一块桂花糕，轻轻咬了一口。月儿得意地笑了：这就对了吗？我娘说你太瘦，这样怎么能扛得住练武呢？燕子墨没有回话，只是默默吃着糕点。月儿坐下来，双手托着下巴看着他：子墨，你到底为什么老是挨罚？燕叔叔太过分了吧？燕子墨语气依然平静：他是父亲，我不该顶撞他。月儿不满地嘟起嘴：可有些事不能什么都听他的呀，有时候你太听话了，反而受更多的罪。燕子墨沉默了一会儿，轻声说：月儿，别管我了。月儿还想再说什么，忽然听到身后传来匆匆的脚步声，小茹从墙头探出头，急得脸色发白：小姐，您快回来吧，老爷发现您不见了，正到处找呢。月儿皱起眉头，回头看了一眼小茹，又看向燕子墨，咬着嘴唇低声说：我不能丢下你。小茹急得几乎要哭了：小姐，求您快回来吧，老爷若是知道您又跑来燕家，恐怕真的会罚您禁足的。燕子墨抬眼看着他，眼神带着几分复杂：月儿，你听话，先回去吧。月儿倔强地摇头：不行。他脱下身上的斗篷盖在燕子墨肩上，将食盒推到他身边，低声说：明天我再带厚些的斗篷来，你一定要等我。燕子墨低声说了一句：好。小茹在墙头不断催促：小姐，您再不回去真的来不及了。月儿站起来，踩着垫脚的石块翻回墙头，他回头看了燕子墨一眼，轻声说：子墨，你记得一定要等我。燕子墨没有回话，只是轻轻点了点头。程寒月坐在院子的石凳上，一旁是他摊开的小布包，里面放着针线和几块零碎的布料。他一手拿着针，一手拉着男主燕子墨的衣袖：子墨，你别动啊，这里的裂口缝起来就好了。
燕子墨低头看着他专注的模样，声音平静地说：“我说了不需要，这衣服裂口而已，明天我再找人换一件。”韩月抬起头，瞪了他一眼：“裂口小得很，针缝2下就好，为什么非要浪费银子？”他低头又继续动手。我说过的，以后你有什么事可以找我。我虽然不会做什么大事，但缝衣服这点小事总是会的。燕子墨沉默片刻，最后只是微微侧过头，让他缝得更方便些。旁边的小茹端着茶壶走过来：“小姐，您天天在这里陪少爷，小心被夫人骂啊。”韩月抬起头，笑着接过茶壶倒了一杯：“不会的，娘知道我和子墨要好，不会说什么的。”小茹放下茶壶，小声嘟囔了一句：“可是少爷的衣服也不该让小姐缝啊，这太奇怪了。”韩月笑着瞥了小茹一眼：“奇怪什么？我看子墨手上的茧那么厚，肯定连针都不会拿，还不如我帮他。”燕子墨闻言挑了挑眉：“你以为我不会缝衣服？”韩月一脸不信：“你会，那你来缝啊。”燕子墨伸出手要接过针线：“我来。”韩月愣了一下，立刻把针线藏到身后：“算了，你这么笨，我不放心。”小茹在一旁忍不住笑出了声：“小姐，您就饶了少爷吧，看他的样子真不像会缝东西的。”韩月嘟着嘴，继续低头专心缝起来：“好了，再缝2针就行。”燕子墨低声说了一句：“我也可以教你些实用的东西。”韩月抬起头，一脸好奇：“教我什么？”燕子墨站起来，朝着后院的小竹林走去：“跟我来。”韩月连忙起身跟上，一旁的小茹也提着裙子快步跟过去：“少爷，您带小姐去哪里呀？”燕子墨站在竹林旁边，指了指一棵高大的竹子：“我教你爬树。”韩月瞪大眼睛，一脸惊讶：“爬树？你怎么突然想到这个？”燕子墨语气淡淡：“学会爬树，起码可以保命。”韩月摇头连连：“我才不爬呢，这么高，万一摔下来怎么办？”燕子墨看着他，语气中带着一丝戏谑：“刚才不是说我笨吗？爬树这件事，你敢不敢试试？”韩月顿时被激怒，踮起脚尖瞪着他：“谁说我不敢试？来就来。”燕子墨看着他的样子，声音轻了几分：“别逞强，我教你，你跟着做。”他说着，抓住竹子的主干，灵活地爬上了树，几下就站在了树的粗枝上，低头看着他：“你的手要抓稳脚下的支撑点，别放松。”韩月咬着牙，照着他的样子爬上去。爬到一半，他回头看了一眼地面，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呼：“啊，这么高！”燕子墨伸出手扶住他的胳膊：“别乱动，抓稳，我扶你上来。”小茹站在地面，紧张的直跺脚：“小姐，快下来吧，这太危险了。”“少爷，您可不能让小姐摔了呀。”韩月喘着气，爬到燕子墨身边站稳。他撑着粗枝，看着四周，突然发现视野开阔了不少。哇，从这里看下去，好像什么都能看得清楚。燕子墨轻声说：“所以爬树也有好处，你不觉得很有趣吗？”韩月点点头，忍不住露出一个笑容：“挺有意思的。”就在这时，竹林深处突然传来一阵细微的声音。燕子墨皱起眉头，示意韩月不要说话。小茹站在树下，伸长脖子看着竹林方向：“少爷，那里好像有人。”燕子墨低声说：“你们先下去。”韩月摇头：“不行，我陪你一起去看看。”燕子墨沉声说：“这不是闹着玩的，如果是危险的事情，我不能让你受伤。”小茹在下面着急地说：“小姐，快下来吧，少爷说的对呀。”韩月虽然不甘心，但还是抓着树干慢慢爬下去。燕子墨站在树上，继续观察竹林深处的动静。很快，2个神情紧张的黑衣人出现在视野中。
他们像是在追赶什么，手中还拿着明晃晃的刀。燕子墨屏住呼吸，沉声说了一句：“他们在追人。”程寒月在地面看着他，轻声问：“子墨，追什么人？”燕子墨低声说：“不知道，但看他们的装扮，不像是普通的山野匪徒。”这时，小茹有些害怕地往寒月身边靠了靠。“小姐，我们还是回去吧，这看起来不太对劲。”寒月皱着眉头，看向竹林深处。“我也觉得不对劲，但子墨在上面，如果真的有危险怎么办？”小茹咬了咬唇：“小姐，要不我们去找家里的护卫来吧，这样安全些。”寒月点了点头，刚想说话，突然听到竹林里传来一声孩子的尖叫声：“救命啊！”声音清脆，却满是恐惧和绝望。寒月脸色一变，忍不住抓住燕子墨的衣袖说：“子墨，有孩子。”燕子墨的目光变得更冷，静静地看了一会儿，随即利落地从树上跳下来，声音低沉而果断：“你们回去，我去看看。”寒月连忙拉住他的手：“子墨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，我陪你。”小茹吓得不行，连忙说：“小姐，不行啊，您不能去啊，这事交给少爷就好了。”燕子墨看了看寒月，严肃地说：“月儿，听话，这件事你不要插手。”寒月却倔强地抬起头：“子墨，如果真有危险，你一个人怎么行？我总不能丢下你不管。”燕子墨深深看了他一眼，最终叹了口气：“好，但你必须跟紧我，不要乱跑。”寒月点了点头，拉着小茹说：“小茹，你先回去报告，如果我们没回去，让家里护卫来找我们。”小茹急得眼圈都红了：“小姐，您千万小心啊，我马上去叫人。”寒月点点头，随即跟着燕子墨朝竹林深处走去。越往里走，竹林越是浓密，阳光几乎被遮挡住，周围的气氛变得压抑起来。很快，他们在一片空地上看到了一个小男孩，大约7、8岁的模样，穿着破旧的衣服，正瑟缩在一棵树下，他的眼神满是惊恐，小小的身体不停地发抖。寒月心疼地蹲下身子，轻声说：“小弟弟，别怕，我们是来帮你的。”小男孩抬起头，看见他们，忽然猛地往后缩了缩：“不要过来，他们会杀了我的。”燕子墨皱起眉头，蹲下来低声说：“是谁要杀你？”小男孩颤抖着指了指身后的方向：“是那群人，他们说我是奸臣的孽种，说要把我抓回去问罪。”寒月愣住了，看向燕子墨：“子墨，这孩子的父亲？”燕子墨沉声说：“应该是某位被牵连的朝廷官员。”这时，一阵脚步声从不远处传来，燕子墨脸色一变，立刻拉着寒月和小男孩躲到树后。他压低声音说：“别出声，他们来了。”黑衣人的身影出现在空地上，他们警惕地四处张望。一人低声说：“刚才明明看到跑到这边，怎么不见了？”另一人冷冷地说：“小兔崽子跑不远，我们分开找，必须抓住他，否则主子责罚下来，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。”说完，他们分成2路，在竹林间搜寻。燕子墨看了一眼身边的寒月，和他交换了一个眼神，随后低声对小男孩说：“跟紧我，我们找机会离开。”寒月拉着小男孩的手，小心翼翼地跟着燕子墨。他们小心地避开了黑衣人的视线，一路朝竹林的另一边走去。忽然，一名黑衣人似乎察觉到了动静，回头大喊了一声：“有人！”燕子墨一把推开寒月和小男孩：“你们先走。”燕府的大门被粗暴地推开，数十名官兵涌入庭院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冷漠与杀气。燕振国站在正堂前，身穿官服，目光冷峻地看着为首的将领。“什么罪名？”将领冷冷地说：“密谋叛乱，勾结敌国，罪证确凿。”
燕振国毫不畏惧地说：“荒谬！我燕某人一生戎马，怎会勾结敌国？这分明是构陷。”将领不为所动，挥手下令，押走凡燕家之人，一律带走候审。此刻，燕子墨被管家拉到后院，他挣扎着想回去，却被管家按住肩膀：“少爷，快走！老爷和夫人已经安排好了，侍卫会护送您离开。”子墨咬着牙低声说：“我要留下，我要和父亲一起，他们不会有事的。”管家眼中带着哀伤和决绝：“少爷，燕家没了，您是唯一的希望。”子墨的胸膛剧烈起伏，他抬起头，看向满院的喧嚣与混乱。他低声说：“我不走，燕家的人都在这里，我要留下来。”管家强忍泪水对身旁的侍卫说：“带少爷走，无论如何，必须护他周全。”侍卫一把将子墨拉起，迅速带他朝后门跑去。身后的庭院中传来阵阵哭喊声与刀剑碰撞的声音。在荒郊的破庙里，子墨半跪在地上，胸口起伏不定，脸色苍白。侍卫满身是血，跪在他面前，声音沙哑：“少爷，您必须活下去，您是燕家唯一的血脉。”子墨低头看着他，满脸的痛苦与不甘：“我不走，我回去找他们。”侍卫跪在地上，嘴角溢出鲜血，他死死抓住子墨的手臂：“少爷，不要回去，他们做了最坏的打算，只求您能活着。”子墨抬头看着黑夜，嘶声喊道：“魏石魔，魏石魔是燕家。”侍卫的手慢慢松开，终于倒在地上，再无声息。这时一阵脚步声传来，子墨警觉地转过头，看见程寒月手提灯笼，惊慌失措地跑过来：“子墨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子墨抬起头，眼中满是痛苦：“月儿，燕家没了。”寒月愣住了，灯笼的光在微微颤抖，他慢慢蹲下身，小心地扶住子墨：“你受伤了，快跟我回去，我藏着你。”子墨却摇头：“我不能拖累你，燕家被抄，家主之罪牵连九族，你帮我就是自找麻烦。”寒月紧紧抓住他的手，语气坚定：“我不管，你走不了了，你现在这样就算要逃也逃不远，你信我一次，我带你走。”子墨还想拒绝，寒月已经将他的手搭在自己肩上：“不管你怎么想，反正我一定会救你。”他最终沉默，任由他将他扶起，朝着城府后院的小门走去。在城府的地窖里，小茹惊慌失措地站在门口：“小姐，您疯了，您居然把燕少爷带回来，万一被老爷发现怎么办？”寒月一边取来药箱，一边低声说：“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他受了重伤，如果不治，他会死的。”小茹眼中含着泪，小声说：“小姐，燕家的事现在闹得沸沸扬扬，这魔作会连累我们全家呀。”寒月咬了咬牙：“小茹，如果我们今天不救他，他就再也活不了了，你愿意见死不救吗？”小茹抿着嘴不说话，最终还是跪下来帮忙清理子墨身上的血迹。子墨靠着墙坐着，眼神平静地看着寒月低头帮他包扎：“月儿，谢谢你，可是你真的不该这么做。”寒月头也不抬，语气带着一丝怒气：“闭嘴，你现在最该做的是活着，别说那些没用的话。”小茹轻声插嘴：“少爷，小姐说的对，您还是安心养伤吧。”几天后，寒月正在地窖里换药，忽然听到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他回头看见父亲程允带着几名家丁站在门口，脸色铁青。程允厉声说：“寒月，你居然藏了燕家的余孽！”寒月吓得跪在地上，抬起头说：“父亲，他是无辜的，燕家的事是误会，他什么都没做。”程允冷哼一声：“误会？整个燕家都被抄了，你还敢说是误会？”他指着子墨对家丁说：“把他抓起来，
送到衙门去。韩月扑过去，挡在子墨面前，哭着说：父亲，不要，他真的什么都没做。他是我的朋友，您不能这么做。程允瞪着他，声音冰冷。程韩月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你想害全家吗？韩月哭着说：他不会害我们，他只想活着。您就当没看到他吧，求您了。程允深吸了一口气，挥手让家丁停下，声音依然冷硬：把他送出去，赶得越远越好。我不想再见到他。韩月还想争辩，却被父亲一声喝止：从今天起，你给我禁足，在家里好好反省。程府后门，子墨看着面前的林子，眼神中满是痛苦与不甘。韩月站在不远处，眼圈泛红，却不敢靠近。子墨低声说：月儿，谢谢你，我会记住的。韩月哽咽着说：子墨，你一定要活下去，不管发生什么，都不要放弃。子墨点了点头，头也不回地走进林中。夜幕低垂，江南水乡的街市逐渐归于平静。程韩月一身轻便衣裙立于船头，身后是她的贴身婢女小茹，正紧张地看着河面。小姐，天色已晚，您真的要这个时候去调查吗？韩月回头看了他一眼，眉头轻皱。小茹，你听说过那批丝绸的事吗？这次的货物出了问题，父亲派我来追查，我不能空手回去。小茹抓着衣角低声说：可是小姐，这里离城府已经很远了，要是有什么危险怎么办？韩月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笑着说：没事的，只是调查些线索，不会有事的。船只靠岸，韩月领着小茹踏上码头，四周寂静的有些异常，连原本该有的船夫都不见了踪影。韩月停下脚步，目光扫过周围，突然警惕起来，这里太安静了。小茹，我们小心些。小茹紧紧跟在他身后，压低声音问：小姐，您觉得会有人在暗中盯着我们吗？韩月微微点头，还未回答，身后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两人迅速转身，看见几个黑衣人正从巷口冲出，手中闪着寒光的长刀。小茹惊叫了一声：小姐，快跑！韩月反应极快，拉着小茹就往另一条巷子跑去。然而黑衣人早有准备，将他们团团围住。领头的黑衣人冷冷地说：程家的大小姐果然不简单，居然亲自跑到这里来，你可知道，这里是你不该来的地方。韩月冷眼看着他，语气坚定：我是来查获的，你们要做什么？黑衣人冷笑一声，举起长刀说：对不起，我们奉命行事，您还是别问太多了。就在长刀挥下的瞬间，一道银光划过，夜色中突兀地响起利器相击的声音。黑衣人惊愕地转头，看到一个身穿黑袍的男子立在不远处。男子戴着半张面具，声音低沉而冷漠：他是我的猎物，轮不到你们动手。黑衣人领头的眉头一皱：莫燕，你插手我们的事，是不是忘了江湖规矩？男子冷笑一声，手中长剑划过，只见一道寒光带着惊人的气势。规矩？莫燕从来不守规矩。黑衣人明显犹豫了一下，最终咬牙下令撤退。走。程韩月看着黑袍男子，手不由自主地按在胸口，这声音为什么这么熟悉？男子转身看向他，眼神冷淡：你不该出现在这里。韩月皱眉说：你是谁？为什么救我？男子沉默片刻，声音淡淡地说：你不用知道我是谁，我救你只是看你还有用。韩月心中微微一震，眼前这个男子的语气冰冷得让他感到陌生，却又有一种说不出的熟悉感。小茹在一旁颤抖着说：小姐，他们都走了，我们赶快回去吧。韩月没有动，目光定定地看着男子腰间的锦囊，那锦囊绣着淡淡的竹叶图案，
是他年少时亲手所绣。他的声音颤抖着问：这个锦囊，你从哪里来的？男子的目光微微一变，随即冷笑一声：不重要，你只需要记住，今天的事你什么都没看到。韩月心中震动，他握紧拳头，压下心中的疑问：如果真是他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男子转身离去，身影隐没在夜色中。韩月怔怔地站在原地，看着那道渐行渐远的背影。小茹小心翼翼地扶住他的手臂：小姐，您怎么了？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。韩月回过神来，点了点头。回去。回到城府后，韩月坐在自己的书房里，小茹站在一旁，忍不住问：小姐，那个男人究竟是谁？您怎么看起来这么失魂落魄？韩月沉默片刻，轻声说：我不知道，但我有一种感觉，他是我很重要的人。小茹疑惑地说：很重要的人？小姐，您以前见过他吗？韩月摇了摇头：不知道，或许见过，或许没见过。他低下头，目光落在手中的一块锦囊上。这锦囊上的绣工分明是他亲手所做。如果真是他，为什么他不认我？程府的书房里烛光摇曳，程寒月正翻看一份厚厚的账簿，眉头越皱越紧。身后的小茹小心翼翼地端着茶走上前：小姐，您已经看了一整天了，要不先休息一下吧？寒月放下笔，深吸了一口气：小茹，你知道吗？这些账目里的问题太多了，有几笔银子莫名其妙地被挪走，去向全都不明。小茹一脸惊讶：可是程府的账目不是一直很清楚吗？怎么会出现这种事？韩月指着一笔记录说：这笔银子数目庞大，说是用来买粮，可是粮仓里根本没有记录，再加上最近的朝廷纷争，我怀疑有人在利用程府洗钱。小茹脸色一白，压低声音说：小姐，您觉得会是谁？韩月摇了摇头，眼中闪过一丝坚定：不管是谁，我都得查清楚。如果真有人想利用程府拖下水，我绝不允许。深夜的江南街头寂静无声，莫燕一身黑袍立在屋顶之上，俯瞰着下方的街市。他的手中拿着一卷信件，眉头微微皱起。身后的副手月影轻声说：主上，这是从京城送来的密报，内容提到程府最近的异动，您看是否需要介入？莫燕冷冷地说：程府的异动我早就知道，但我现在更关心的是当年的灭门案，这件事的真正主谋还藏在暗处。月影有些犹豫地问：主上，您是怀疑程大人并非主谋吗？莫燕转过身，目光冷峻：程允当年确实是朝廷中牵连此案的关键人物之一，但他并没有直接下令。如果能查清楚背后的真相，他可能是突破口。月影点点头：那主上下一步打算怎么做？莫燕沉声说：继续盯着程府，特别是程家的小姐，她比任何人都接近真相。次日清晨，韩月来到程府的粮仓，他仔细检查每一份粮食的数量，却始终找不到那些消失的银两踪迹。正当他皱眉思索时，忽然听到背后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：你在找什么？他猛地转过身，看见莫燕从暗处走出，面具在阳光下闪着微光。是你？莫燕站定，目光淡漠。看来程家的小姐对家族的秘密也很好奇。韩月冷冷地说：我查自己的家事，用不着你管。莫燕挑眉，声音低沉：如果你知道这些账目的背后关乎一场灭门血案呢？韩月心头一震，却强作镇定地说：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莫燕慢慢靠近，将手中的一份密信递给他。当年燕家的灭门案中，有人通过程府的银两收买了多名朝廷官员，这些账目上的银子就是证据。韩月接过信件翻开，看到上面的记录，脸色渐渐苍白。
他抬头看着莫雁，声音颤抖。这是真的。莫雁的目光中带着冷意。你可以选择不相信，但这些证据在京城中已有流传，很快城府就会被推到风口浪尖。韩月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中的震惊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莫雁冷冷地说。因为我要真相。韩月咬着牙，语气中带着不甘。如果你真的想要真相，就该告诉我更多的细节。莫雁看了他一眼，语气带着一丝不耐。你以为真相这么容易得到吗？如果你真的想查，就跟我合作。韩月犹豫了一下，最终点了点头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你得保证不会伤害我的家人。莫雁微微一笑，声音低沉。我不伤害无辜的人。接下来的数日，韩月与莫雁开始暗中调查城府账目背后的秘密。他利用自己的身份进入城府内部查询资料，而莫雁则从江湖的势力中收集线索。某一天，夜幕降临，韩月在书房中找出了一本隐藏的旧账簿。他翻开一看，里面详细记录了几笔来历不明的巨款，流向居然指向一名京城的高官。他匆匆带着账簿来到与莫雁约定的地方。莫雁低头看着账簿，目光越来越冷。果然是他。韩月紧张地问：你说的是谁？莫雁合上账簿，语气冰冷。当年指使燕家灭门的真正主谋，正是这位高官。韩月的手微微颤抖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我父亲当年根本就是被牵连的。莫雁抬起头看着他，声音低沉。程大人确实是被利用了，但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他为什么没有反抗？韩月一怔，目光中闪过一丝不安。你是说？莫雁语气冰冷。或许他不是主谋，但他也并不完全无辜。韩月低下头，握紧拳头。不管怎样，我都得查到底。某日，莫雁带着韩月潜入京城的一处密宅，他们找到了一份重要的信件，其中记录了高官与燕家案的来往信件。正当他们准备离开时，忽然被一群黑衣人包围。领头的黑衣人冷冷地说：果然是你们，想查这件事，就得有命活着。莫雁拔出长剑，冷声说：我今天就让你们知道，真相永远不会被掩盖。京城的夜晚笼罩在一片沉寂中，然而这份宁静下暗藏着风暴。莫雁站在屋顶之上，身穿黑袍，目光冷峻。身后的月影低声问道：主上，所有布置已经完成，接下来就看您的命令了。莫雁轻轻点头，目光落在不远处那座灯火通明的宅邸。那是京城高官刘承义的府邸，他是当年灭门案真正的主谋之一。莫雁低声说：今晚就结束吧。月影沉默片刻，再次问道：主上，您真的准备好了吗？程大人或许也在其中。莫雁目光微微一滞，随即冷声说：不管是谁，只要参与其中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月影点头，转身离开去传令。程府内，书房的烛光摇曳，程寒月正坐在书案前，他面前放着一份密信，上面写着一则惊人的消息：莫雁今夜将对刘府动手。小茹站在一旁，担忧地说：小姐，这个消息是真的吗？如果是真的，您打算怎么办？寒月咬着牙，语气坚定：子墨一定会动手，他等了这么多年，不可能放过这个机会。小茹试探地问：可是小姐，您真的要去阻止他吗？刘府牵涉那么多阴谋，就算少爷动手，也是有他的理由。寒月摇头，他眼中闪过一丝痛苦。我明白，可是，如果他发现父亲也在其中，他会怎么做？小茹脸色一变：小姐，您是怕少爷会对老爷下手吗？寒月缓缓点头，声音低沉：如果是这样，我一定不能让他得逞。他站起身，
抓起披风，语气坚定，走，去刘府。刘府的前院灯火通明，守卫森严。然而黑衣人早已潜入府中，每个人都带着冷峻的目光。他们行动迅速，将府邸周围封锁，一切都在燕子墨的计划之中。燕子墨站在一座凉亭上，俯瞰着整个府邸。月影走到他身旁，低声说：“主上，所有布置已经完成，刘承义已经被困在正厅，等待您的指令。”燕子墨沉声说：“行动开始，抓住他，让他当众承认所有罪行。”月影刚要转身执行命令，突然远处传来一阵凌乱的脚步声，一名手下匆匆跑来，神色慌张：“主上，有一个女子闯了进来，说是程家的大小姐，要见您。”燕子墨皱起眉头，声音冷冷：“带她来见我。”程寒月被带到凉亭前，他抬头看着燕子墨，身影在烛光下显得无比冷峻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声音颤抖却带着坚定：“子墨，你不能这么做。”燕子墨的目光落在他身上，声音冰冷：“寒月，这里不应该是你该来的地方，回去。”寒月摇头，上前一步：“子墨，我知道你想为燕家报仇，但你不能用这种方式，不能牵连无辜的人。”燕子墨的目光一沉，声音带着一丝冷意：“无辜的人，寒月，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吗？他们害死了我的家人，他们一个都不无辜。”寒月上前一步，抓住他的手，声音中带着哽咽：“可如果你杀了他们，你又和他们有什么区别？”燕子墨的眼神变得复杂，他握紧拳头，却没有说话。就在这时，月影匆匆跑来：“主上，刘承义已经被带到正厅，还有一个人，是程大人。”燕子墨的脸色瞬间变得冰冷，他甩开寒月的手，声音中带着怒意：“程大人，他也来了，真是好。”寒月脸色一白，他伸手拉住他：“子墨，不要，你不能对我父亲动手，他是无辜的。”燕子墨冷冷地看着他，声音冰冷如冰：“无辜？寒月，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？”寒月哽咽着说：“我知道他被牵连了，可他不是主谋。子墨，求你放过他。”燕子墨沉默片刻，目光中带着挣扎与痛苦。他挥手让月影退下，随即转身朝正厅走去。寒月紧紧跟着他，眼中满是焦急与不安：“子墨，求你住手，不要再走下去了。”正厅内，刘承义和程大人被压在一起。刘承义神色惊恐，不断大喊饶命。程大人却面色平静，他抬起头，看着燕子墨，声音低沉：“燕少爷，多年不见，你终于找到我了。”燕子墨冷冷地看着他，声音中带着冰寒：“程大人，你该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。”程大人叹了一口气，声音带着几分哀伤：“我知道，但我没有想到你会对月儿下手。”燕子墨的目光微微一滞，随即冷声说：“他和你不一样，我不会伤害他。”就在他举剑之际，寒月突然冲上前，撑开双臂挡在父亲面前：“子墨，不要！”燕子墨的手停在半空，他震惊地看着他，声音低沉而痛苦：“寒月，你让开！”寒月咬着牙，眼中含泪：“不，我不会让你伤害他。如果你真的要动手，那就先杀了我。”燕子墨的手微微颤抖，剑终于落在地上。他一步上前，抱住即将昏倒的寒月，声音中满是痛苦：“月儿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寒月闭上眼睛，轻声说：“因为我相信你不是这样的人。”燕子墨抱着重伤的寒月，冲出刘府，身后的喊杀声渐渐远去，他的眼中满是痛苦与矛盾。他知道自己的计划彻底失败了，但此刻
他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：月儿一定要活下去。一场春雨过后，小镇的街道干净而明亮，街边的茶楼挂着竹帘，悠悠地飘着茶香。程寒月穿着简单的湖蓝色长裙，头戴斗笠，站在茶楼门口，身后的小茹提着行囊，语气带着几分疲惫：小姐，咱们今天能不能歇一歇？这一路走得我腿都酸了。寒月轻笑着回头，看了看小茹：好啊，就在这里坐坐，喝碗热茶。两人走进茶楼，选了靠窗的位子坐下。茶楼内人不多，小二笑着迎上来：两位客官，想喝点什么？我们这里的碧螺春和桂花茶都极好。寒月微微一笑：来一壶碧螺春吧，再加2碟茶点。小茹放下行囊，撑着下巴看着窗外的雨后青山，叹了口气：小姐，您说我们这样走来走去，真能找到少爷吗？寒月端起茶杯，淡淡一笑：找不到也没关系，走走看看也挺好。小茹撇撇嘴，小声嘟囔：我看您啊，就是嘴上说的轻松，心里还不是惦记着他。寒月听了，低头轻轻一笑，没有回答。这时，一道身影从茶楼门口走进来，那人穿着一身黑色长袍，头戴斗笠，面容隐藏在阴影之下。他挑了个角落的位子坐下，静静地要了一壶茶。寒月无意间瞥了一眼，却突然怔住，那熟悉的气质和举止，让他的心猛地一颤。他低声对小茹说：小茹，你看那边的那个人，是不是有点眼熟？小茹抬头看了一眼，皱眉说：这人看不清脸啊，怎么会眼熟？寒月没有回答，只是拿起茶杯慢慢站起身，朝那个方向走去。燕子墨抬手将茶杯放在唇边，轻轻抿了一口。这一刻，他感觉到一股熟悉的气息靠近。他抬头看到站在桌前的寒月，寒月摘下斗笠，微微一笑：公子，可否让我坐下聊聊？燕子墨沉默片刻，缓缓点头：请坐。寒月在他对面坐下，打量着眼前这个人。即使隐姓埋名多年，那双深邃的眼睛依然让他无法忘记。他轻声说：当年隔墙的你，是否还记得？燕子墨轻轻放下茶杯，声音淡然：那座墙还在，只不过人变了。寒月的眼中闪过一丝复杂，他低声说：不管怎么变，总有些东西是改不了的。燕子墨抬眼看他，目光中带着一丝深沉：月儿，你这么多年，还是这么固执。寒月轻笑了一声，低声问：可还愿意守那约定？燕子墨没有回答，他低头饮了一口茶，随后缓缓站起身。他转身走向茶楼门口，留下一句低沉的话语：有些约定，不需要守，早已刻在心上。寒月看着他的背影，眼中带着几分失落，又有几分温暖。当他走到门口时，他注意到桌上多了一枚熟悉的锦囊。小茹匆匆跑上前，看着桌上的锦囊，惊讶地说：小姐，这不是您当年做的那个吗？少爷还留着呢。寒月轻轻拿起锦囊，抚摸着上面的刺绣，他低声说：是啊，他还留着。小茹看了看门外的方向，小声说：小姐，您要不要追上去，问清楚少爷是不是还愿意和您一起走？寒月轻轻摇头，脸上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：不需要，他已经给了答案。他站起身，将锦囊收进怀里，回头看了小茹一眼：走吧，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没看过呢。小镇外的青山间，燕子墨停下脚步，他回头看了一眼茶楼的方向，嘴角浮现一抹淡淡的笑意。他低声说：月儿，我们会再见的。